给大伙直接就是来的有点晚，不过不要着急。我狼呢，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我们的叶枫、灰灰和老 K 的挑战赛。好像今天没有河池啊，这个号称是有河池，但是没有，然后我们就比较难受啊，比较难受。然后这边的比赛呢也是刚刚的开始啊，叶枫也是1比0暂时领先。我们第一局啊，这个小狼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看得很清楚啊，是老 K 怎么输的呢？是输的挺惨的，是被对方的8神给搞死了啊，也就是说1v3的局面。而这个第二局一上来呢，老 K 的8神就比较硬了啊，确实比较硬。到底呢怎么样？我们拭目以待啊。毕竟呢，这个8神玩得好啊，才是整个游戏的重中之重啊，一定是要8神玩得好。8神玩得不好，总是指望自己反3，那肯定是不行的啊。好，可以看到第一局我们的叶枫赢了，然后呢第二局呢，老 K 是一个8神的1v3局面啊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一个跳抓怼过来，重手接魁3，然后落地。好像玛丽想反3啊，也不是没有机会啊，因为叶枫的玛丽现在对老 K 的煞气是非常大。把这个玛丽练的又有新的路子，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有这个效果啊？重手前倾手没有出招，原地起跳，空中一抢，跳 C 抢空落地跳一好的，妈了个蛋带走。玛丽这个人的这个逼杀能力啊还是非常的强的，尽管呢有一点点缺点啊，就是说对于这个叶枫来说呢，毕竟要反3嘛，对吧啊？好，可以看到跳 CD。哎，这个架招呢，多多少少啊，还是一个重腿的架招啊。他想要架对方的这个特殊攻击，然后选择接必杀这种感觉。其实可以选择一手暴气的，拖地板一蹭，结果又是被抓，太着急了啊，有点愿意赌招啊。好，腿边一个转，前跳 CD， 逆向回身一个爆抓，妈了蛋，然后起身压制，我们看看。跳 CD 落地点过来，然后再一个前跳，结果老 K 第一时间后跳 B 打空，上来就是一个1比1的局面啊，1比1的局面，因为毕竟是抢15的，所以说还好，两个人互有进出啊。K 神挖死叶枫，现在比分是现在比分啊。我们这么写就好了啊，无所谓了。好了，看看现在啊，这个8神，你看叶枫这个面8啊，第一局呢确实牛逼，但是这个第二局呢就不说了啊，第三局一上来又是被秒啊，基本上就属于被秒，而且没有给自己的千鹤留任何一颗气，哪怕留一颗气也算他有点作用是吧？一颗气都没有留，所以说我们看看啊。来了，这个昨天说来不可能歌的啊，今天确实是睡着了，睡到了7点38，一醒来之后发现时间有点晚，然后赶紧就洗漱一下，然后就奔跑过来啊。由于中午喝酒了就没有开车啊，大家伙就见谅吧啊，因为开车的话，其实开车也一样啊，因为开车的话大概也就是10分钟能到。走过来的话也是10分钟到啊，所以说还好吧啊。好，又是一个1v3局面啊。他们受不了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猪猪版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我们看看，现在又是一个反3马，我们看看到底怎么个，这个属于反攻马啊。在这个中国象棋当中呢，这个马呢非常重要，有可能这个马还没有过河就提前锁定了胜局啊，这个经常有这种情况。所以说一旦留给这个马3颗气，给它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往前跳，什么对吧？什么挂角马呀，什么对吧？卧槽马呀，什么对吧？8角马呀之类的啊，这种马一旦定位之后，你就非常的烂。那让你一点招都没有，闪身过来一个爆抓，哎，无论死不死都是跟上一个妈了个蛋。反3的局面，我们看看这种面8纸鹤超级玛丽，这一局非常公平的对决啊。
非常公平。我们看看老黑，老黑毕竟呢是2颗气，对方也是2颗气，都是2颗气满血，到底谁能够更胜一筹？我们拭目以待啊！跳过来，头上符落地一个震，角落压制没有，头上符再打1点，落地震要打晕，漂亮！跳地直接一个反手，这个晕点啊没有办法，人家就是把都是3点接阵，3点接阵啊！一旦2套了啊，就像这种女性角色是必晕的，100%是晕的。所以说呢，没办法，他叶枫我觉得他还是害怕被对方起身择，所以说他选择反攻。但是这个反攻呢，效果就是一旦整不好啊，就容易前功尽弃。就是对方你站着不动让你打，哎，你站着不动让他打你，他可能你死都没那么快。但是你往那儿你配合他，反而死的会更快，这点是非常难受的啊。好，天地炮，天地炮需要2个，对吧？你照你那说法，那还炮阵无子呢，对吧？那炮阵无子，一手卧槽马或者是空心炮，那炮阵无子还说什么，对不对？落地抓，重手击必杀，终于叶枫在8神的对决上赢了一局啊！虽然说呢，一共打了4局，他赢了2局，但是呢，总感觉好像他的面疤啊，就让人就感觉怪怪的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打住，晃来晃去，一个后跳地，直接踢死啊！玄黄97，三神大战啊！改一下啊！好，这边我们的老 K 啊，老 K 呢是这一局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8神呢没有占到优势，所以说2个人互相来，下盘3点接布阵，原地跳 C。也可以这么打，其实怎么打都是死。原地跳 C 呢，最屌的就是打血多啊。好，开局一个崩，角落里面原地起跳空防，头上符，哎，这个位置他觉得比较远啊，他害怕自己打不着，后跳 B， 一个阵，左右没有起身捡，重手一摸朝天椒，直接给秒掉了啊。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千鹤太着急这个往外奔跑，以导致内分泌有一点点失调啊。开局没有气儿，然后爆气啊，爆完气之后没有气，他选择跟对方对攻逆向，哎呀，跳地逆向打回身下轻手接一个蓝之山，还长出了1颗气，人下臂。直接想要打一个晃招，被捡起来，应该死了，3比1啊。这一局呢看得出来，叶枫的马力呢对老 K 好像连续的4局，第1局不算，因为赢了嘛啊，连续4局都是攻不克啊，攻不克。这个马力现在好像被研究明白了，至少是在前4局被研究的有点明白。好，我们看看2个8神，那连胜3局啊，叶枫现在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在8神上面啊建立一点优势是主要的，因为这个马力打马力打大门呢，其实个人感觉啊也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在这里面啊。一上来呢，先跟这个老 K 呢先打了一手这个直接打晕，前跳 C 重手一抓，然后葵花小3式。这一局就是我说的，只要在8神上面建立优势的话，叶枫这一局赢的几率占85%以上啊！我就这么简单啊！如果说是残血的8神获胜，被对方大猪秒，2个人5-5开，甚至是顶天就是叶枫占点优势，因为现在老 K 确实技术啊还在回升阶段啊，这个长时间不玩啊，大家伙记住一件事啊，长时间，大哥能不能别让我一顿损？你说你这个残血8神被对方堵进角落。你好像你残血8神被对方秒了一样啊！你满血8神被对方大猪给秒了，你这个8神不是面疤还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不是面疤还是什么？啊！
你不吃八神面吗？泰森的弟弟啊！完，好，下扣的时候被崩 CD， 着急了，这太着急了！哎呦我天，看不下去了啊！这个八神被秒，千鹤呢没有被堵进角落，兄弟们啊！我再说一遍，千鹤是没有被堵进角落的啊！千鹤是没有被堵进角落的，千鹤是自己去送死的啊！这个千鹤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。好了，想点战臂，他不是想近距离远距离战臂，他想近距离战臂，结果呢大猪的延迟啊非常的这个指令头非常准，反身位想要能量闪身爆抓，又是被反抓一点。这一手这一手大猪啊，确实给叶枫打的脑瓜嗡嗡的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送死啊！这是送死风，这个绝对是送死风。谁要不说这是送死风，我就说他是送死风，真的啊！之前咱们都知道，老 K 的大门是王长贵，但是这次不一样了。这次呢，叶枫的这个有点送死了，就什么呢？我站着不动让你打，你也打不了我那么疼啊！我冲过去死得更快，哎，太惨了啊！这个纯是白给，我总感觉像演啊。但毕竟呢，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这是抢15的个人荣辱之战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叶枫这一局的八神上来又要送，轻手抓反抓漂亮，重前接魁3，把对方直接打晕，重手哎，还是一个指令头抓过来，我操！叶枫啊，从头到尾，我个人感觉呢，八神赢了2局。啊，赢了3局，3局错了，3局，一共6局，赢了3局，其实是不错的啊。八神的1v1之战当中呢，是赢了3局的啊。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，你看起来好像是面8，但是人家确实没有输那么多啊，平打。但是这一局八神确实输了，但可是叶枫的八神赢了之后呢，用处不是特别的大。好想还裸，但是刚才确实是裸了啊。刚才确实是没连上，但是下扣好了，打乱了一些节奏。我们感觉啊，好像叶枫啊还是挺讲武德的啊，立马就是他不追加了，然后赶紧让对方回着打了一个下重腿，打了一个战轻手。其实我告诉你啊，还是挺讲武德的，叶枫确实挺讲武德。这个事儿，甭管这个裸杀，大家伙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啊，但是确实是裸杀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现在这边千鹤。毕竟千纸鹤能不能成啊？我们还是要坐等一下。这个起身压制千纸鹤有点难受了，前跳过来，老 K 好像没有防备，他认为叶枫第一时间一定是要防守，但是叶枫没有防守，选择反攻。我们看看祝词顶一点，腿把顶没一针，不敢刚。这个刚 CD 是铁死的啊，一个崩，还剩最后那么一滴血，崩回去有一颗气。不敢崩，好的，一个底盘祝词被一个后跳地直接打中，然后没有然后了，这样的话呢，4比1的比分，而我们老 K 这局优势不是很大啊，不是很大，因为对方还有好了，咱们点一个站 CD 等骗对方闪身，然后直接一手抓。现在叶枫被这个指令头打得很难受，你看啊，这是本场比赛的第2个大猪抓玛丽的指令头，与芊第3个。2个指令头就将近半管血，3个指令头就快没血了。第4个指令头，哎，第4个5个指令头把对方直接摔死，麻了个蛋。好的，起身落地，逆向，后跳地一蹬，吓一跳啊！这一蹬呢，个人感觉呢，如果要是裸杀结束的话，还真挺难办。但他选择一个后跳地一蹬，蹬完之后呢，打了一个 counter 啊，这一局开局3次性跑抓。啊，老 K 的独门绝学3次性跑抓，没有8个站，头上符再头上符，不死还能接上一个反摇臂，漏地一个阵，5比1连胜5局。老 K 确实啊，让人感觉到有点猛的啊。刚才碰瓷的话啊，其实也没有意义吧？我觉得碰瓷是真没有意义的啊。碰瓷再重新打，还不如一脚踢死啊！碰瓷没有意义的啊。我们看看5比1的比分，老 K 多多少少有点贵啊。这个王长贵大家伙都知道，王长贵这个上次吸取了经验，这一局这个玛丽啊，无论是面对这个大猪还是面对大门，有点啥也不是的感觉。掏裆打晕，好了，前跳 C 重手一个抓，其实重手前顶手接魁3也行啊。
跑起了叶枫不会掉，他以为前朝天脚，对吧？3次前，老 K 的这个绝学啊，很多人都学前抓，这个谁不会啊？但是在实战当中，尤其是在对 S 级别这个玩家的实战当中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前对方晃一下不敢起掉，为什么？怕他出朝天脚，一个朝天脚踢回来，马上就是一个前跳地压制，这个压制是安全压制，你没有办法。所以说他一个前，第一时间往后一拉，躲开距离，他又一个前，这个距离又拉近了，他这时候还不敢跳，第3次前，距离拉得很近，直接一个天地法。啊，前抓，这个是很难受啊。好，叶枫现在连输5局的情况下呢，有点难受啊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局的千鹤好像是斗志昂扬。我们看看轻手对方无法刚 CD， 接战地接不着，重手腿把底盘一个崩。其实刚才不如防一下崩倒啊，这个比较好一些。战地直接打晕升龙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大猪呢是没有立得住这一局，叶枫获胜的几率占90%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大门啊现在没有足够的状态来应对这个千鹤。你看这个大门现在呢，虽然说满血，但是只有2颗气。这2颗气呢拉近距离啊，说句实在话有点难，因为对方还有个玛丽，他不得不为这个玛丽留点气。但是呢，想要秒掉千鹤呢，必须要用气，比如说能量闪身，或者是利用这个蓝之山啊，一丝血。我们看看能不能长1颗气啊。大门现在长1颗气是唯一的出路，还好在对方死之后呢，给自己留了将近1颗气，不到1颗也胜死1颗，差不多。在一开局的时候，玛丽可以选择爆气把大门秒掉。我们看看开局是不是要爆气的？前跳地，蹬过来，战臂一蹬，后拉一个爆气，好的，3次星小还要3次星跑抓，2次星朝天脚，看没看？这回是2次星朝天脚了，没有3次星跑抓了。但是呢，抓了个蓝之山，角落压制，看看大门是不是要打正身位跳 C， 反身位打过来，前中一个，哎呀，前重手的话，前轻手爆抓就结束了。3次星跑抓，但是大门现在这次没有中招。玛丽，我们看看这90%的胜率啊，我狼对于这个局势的分析是绝对不在瞎说的。由于大门还是没有气，他最后呢选择了一个。你看啊，没有气的话，跑抓蓝之山。蓝之山有什么好处呢？能起身压制，而这个天地反呢不能。而且天地反打玛丽的这个 bug 阵呢，玛丽还可以利用斜下轻腿去躲过，所以说对于压制呢特别不利。这就对于老 K 来说啊，刚才就很难受了，对吧？他用一个蓝之山把千鹤秒掉，但是很可惜，面对玛丽呢，他的气量是不足的啊。我们看5比2的比分，现在叶枫呢是结束了对方的5连胜，但是今后怎么样，我们还要看叶枫到底能够发挥怎么样啊？也不知道是不是小年叶枫喝酒了啊？当然呢，我的印象当中老 K 好像是不喝酒啊，我印象中老 K 好像是不喝酒的，在线下我们当时聚会的时候，何时也喝点，然后广州小孩就不说了，吴志辉、叶枫。叶枫还是能喝的那种啊。想当年我跟叶枫，我们一起在青岛不说错了，在山东的那个招远啊，其实青岛附近啊。当时我们喝的时候呢，大概叶枫也是仅次于我，这一点呢我跟大家伙说清楚啊，这个不是我狼吹，你可以找叶枫去印证嘛，你可以找黄奕啊，你可以找星星小孩的，对吧？你问他们，你说想当年这么多老板想要请我们喝酒啊，只有我狼最后坚持下来了啊。不过哎呀，这个其实你模仿河池这个事儿，我多多少少有点理解不了啊。这是模仿河池嘛？高仿河池，哈哈哈，开玩笑啊，开玩笑啊。这个老 K 有的时候是愿意发这个89杯，河池是模仿他啊，一个闪身，前扒一个抓。我们看看 CD 取消一个转，千鹤现在呢，他还是要留2颗气啊，但是没有留。打影子的时候被战臂踢一脚踢回去啊！好了，看看现在玛丽，我们玛丽前跳 CD 过来，战臂一脚搓地板，崩一点是好事，被抓就难受了，被抓容易被这个起身压制，搓地板没夹，不夹是很正常的啊。叶枫的后前搓地板是基本上不愿意夹的，除非他知道对方必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夹的话，一旦对方防住的话就不好。防住你再出夹，系统会让你感觉到非常慢，然后你收招就慢。好的，起身压制副手马，
前跳地一个爆抓，妈了个蛋啊！这个接玫瑰接不死，我们看看在前跳逆向回身，2次形起跳腿半的一瞬间被前跑抓，6比2的比分。叶枫今天晚上在抢持5的战斗当中啊，可能略显疲惫。6比2的比分呢，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啊，确实还是蛮大的啊。想当年我巅峰是啥？那年在招远的时候，我们确实没少喝。叶枫是第3个倒下的，第1个倒下的是黄奕啊。黄老板说自己喝啤酒喝红酒，就如果他不喝白酒的话，黄奕的意思，黄老板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不喝白酒的话，我喝红酒和啤酒就是跟喝饮料一样啊。然后他是第1个倒下的，知道吧？他是第1个倒下的。然后呢，第2个倒下的呢是星小孩呢。喝完啤酒之后再喝红酒，然后结果呢，红酒喝了1瓶不到，他就嘎逼打了啊。第3个倒下的是叶枫，是先喝完啤酒，再喝红酒，然后再喝啤酒，然后叶枫不行了，去了卫生间，吐了一手，然后呢，这个叶枫灭了，落下阵来，最后只剩下我又喝了点啤酒啊，安全散场，到酒店了之后，我才准备挺难受的挺难受的啊，直到第2天早上我才吐啊，这个事儿是实话实说啊。第2天早我没少喝，我后来我又多喝了能有个2-3瓶啤酒啊，别小看这2-3瓶啊，这可是掺着酒啊，就不容易的，兄弟们啊。对，是在山东，这事是有。想当年我狼确实是能喝点，但是想当年我狼可是210斤呢，兄弟们，210斤的我狼啊，你开玩笑呢，210多斤。现在我狼152斤，这个有点说难听点，我这个身体自带的降解能力啊，也是非常的面啊。我们看看现在这边6比2的比分，这一局也不一定。虽然说面巴啊肯定是坐实了，但是千鹤呢能不能力挽狂澜，我们不太清楚啊。好，说白了，小狼就是在人前能坚持，不在人前吐。哎，我贼憋屈啊！有一年，我跟我现实哥们儿，他去厕所啊，然后呢去了厕所，去了能有个1-2分钟，我也想去厕所，然后我一开门，发现他搁那吐，他搁那吐，我就搁那说，我说你咋搁那吐呢？然后他就说，哎，见效了，确实喝不了了，操，这个难受了，有点吐啊。然后呢，我说你给我躲远点。他说啥意思？我说你躲开，就把离开马桶1米远左右。他说啥意思？你躲开。我说你躲开。你躲开之后我，这都实话啊。好了，看看落地。玛丽好像对老 K 现在一点招都没有，兄弟们啊。今天的玛丽呢，一场翻盘都没有啊。赢的2局，一局是8神，一局是正常千鹤加玛丽的这么一个优势局。而玛丽的翻盘到目前为止到第9局了，一局都没有啊。我们看这局无论怎么看，玛丽的翻盘局面也基本上拉胯，所以说很难受的啊。郎总怎么为什么没有核实？你去核实的直播间问一下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是8点整刚来开直播，然后呢少看了一局啊，我也很惭愧。但至于为什么没有这个核实啊，我是就不知道了啊。我也不太清楚，我昨天收到的消息是有核持，4个人打，然后就不知道了啊。好，反抓鬼不过来，重手接小葵，然后前跳 C 压制，跳 CD 压制，然后落地跳漂亮，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把对方打晕。前重手，好，为了自己多长点气儿，也是煞费苦心的啊。轻手接抓小葵花。好，看看，好落地，这个大葵花的第1点啊，直接被抓了。我们看看前跳地，原地起跳一拍，轻手过来，小葵花3式往前一顶，闪身一下，空中一抢，落地一抓，重手接钉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7比2这么一个悬殊的比分当中，叶枫百合折民工，然后他没接招，我感觉叶枫好像在耍，不是，我不是在夸叶枫，兄弟们啊，我实话实说，我不是在夸叶枫，我也不是说觉得叶枫输这么多了之后好像觉得怎么地，
他那个8神玩的不是正常路子，他要不然今天喝了，要不然就是想要装逼。但是刚才那个百合蛇，我跟你说，很多人说那就是百合蛇以为对方不会中呗，对不对？不就是百合蛇打民工百合蛇，我对方不会中，他以为对方不中啊。但是不是这样的，一般人严谨的玩法是要带安全指令头的，就是说，比如说百合蛇，我会带一个什么呢？如果对方一定中的时候，我提前压一个键，我会打一个安全指令啊，这种 S 级别高手。但是我感觉，那除非他就是喝酒了，或者他就是在赌，他就是觉得对方100%不会中，没想到中了啊！哎，没想到中了，不是意思在演，没有，他好像喝酒了啊。好，这一局叶枫好像比较稳啊。你看千鹤只要进不了千鹤身啊，千鹤这个人是无敌的啊，真是啊。我要说无敌的话，可能很多人不同意。这就是为什么啊，这么多 S 级选手啊，这么多一线顶尖选手用千鹤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啊。千鹤确实屌啊。好，看看。2个8神，叶枫呢是37的话不能38吧，38完了 B69 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一个这个好的抓过来，给过来重手接小葵，一个3点晕，3点就会晕，前跳 C 轻手，原地跳 C， 还有晕点，左右一抓有晕点，直接打晕，哎，晕点呢？刚才是跳 C 打防御一个抓，这个晕点按理说不会消失啊。按理说不会消失，好像正常是可以，没有气的话可以鬼步啊，抓过来可以鬼步重手，那个晕点就跟这个原地站 C 它不一样，但是不对，好像晕点就是消失了啊，晕点好像就是消失了，这个时间有点长了，超过3秒钟，是这么个路子啊。坐地炮，好，回身一个转。跳地，然后结果落地被抓，闪身过来，战臂又是一手抓，还剩下最后这么一块血，到底是跳 CD 打 counter 呢还是什么呢？无所谓了，怎么都会死。战臂一脚，小葵花3点，起身压制前跳 C 落地抓，啊，前跳 C 落地打一个后拉的下臂，想偷下轻腿，结果被反抓。老黑今天的指令头非常的准，我感觉老黑今天发挥最好的不是大门，也不是8神，主要是这个大猪发挥好。啊，尤其是前面的几局啊，好，看看腿把闪身，哎，等你闪啊！很多人说闪身第一时间出抓不是无敌的吗？对不起，不是无敌的啊！崩他呀！你刚才就应该崩了，他好像傻一样啊！到第3次才崩，第一次我跟你说，很多人说小狼他为什么不崩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他第一次是啥呢？后前手的时候吧，他想节省一颗气，想要用下轻腿把对方踢死。啊，下轻腿确实克这招，但是你打的不准呢。第2次被打了一个 counter 急眼了，还是崩吧啊，还是崩好啊！你这不崩你有这个必要吗？千鹤长气儿那么快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直接把对方打成蒙圈状态。你这一局要是输了，那是白扯了。这局输了，叶枫直接摇杆砸他不玩了，这辈子不玩97了，真的啊！好了，可以看到7比4啊，风老板控制比分的能力，我感觉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只要他的8神不灭。他获胜的几率占60%以上，他的8神，哪怕他的8神不被秒都行啊。比如说对方一个满血8神把他秒了，那但凡这么玩，你跟老 K 打，你60%鬼喽，你30%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只能靠马力一手翻盘。我们看看现在叶枫8神玩的很浮躁啊，很浮躁啊，玩的好像很随意的样子。我操！好了，落地反抓，重手一挠接必杀。扣地，原地起跳落地裆，好的跳 C 小葵。哎呀，你动个鬼了！感觉这俩人玩的跟游戏厅似的。你这么我让游戏厅这2个小孩玩，你都不愿意往里投币，因为这俩人菜逼，你知道吗？真是，就边上有一个，但凡在边上有个3国战记，你都给他玩3国战记，不能跟他俩玩，这俩菜逼，你知道吧？反正互相的一顿小葵花啊。实际上是神级高手啊！好，开局一个大升，前跳落地，这个跳重腿落地被抓啊，
感觉也是使出了洪荒之力了。老 K 这个指令头确实太猛。如果谁要问我谁是第一指令头，我觉得排名第一的是老 K， 第二才是陈文俊啊。而这个什么叶枫啊、灰灰啊、包王啊、河池啊，还是面啊，还是面啊。好，只要面巴能赢，这一局赢就在50%到60%之间。我们看一下这一局啊，千鹤怎么说？好，祝此顶门。现在这个千鹤不面了，大家伙看明白了没有啊？不是叶枫的八神1v3了，也不是对叶枫的这个玛丽能翻盘了，连胜2局，而他的千鹤牛逼了，一手中流砥柱啊，下盘祝词怎么说？慢慢来。好的，卡点儿卡的是真好，闪身，底盘，漂亮布阵，一个下地啊，站地都可以，无所谓。叶枫这一局啊，我们看啊，这一局上局还有上局，连续3局他的玛丽啊，他的这个千鹤啊，他这手千鹤给老 K 造成困扰了，对吧？别的都是小事啊，一个崩，现在就是要秒杀。他为了秒这个千鹤啊，也不惜选择用高 CD 了，没招了，连续4脚，底盘助死，闪身过来，浩下中2点一个布阵，爆气。这种情况下其实不爆气也是死啊，但是爆气也是死啊，一样。你看。感觉今天虽然说老 K 啊前期是大比分领先，但是叶枫八神跟千鹤一旦硬起来，很多人说小狼那叶枫有玛丽在场，所以说能赢老 K， 不是的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到目前为止，老 K 大多数输是因为对方的八神跟千鹤，而不是因为玛丽，好吧？不是因为玛丽的啊，就这5局绝对不是因为玛丽。好，看看现在叶枫。跳地背高，发波1点，落地抓，怼不过来，重手接大魁。老 K 喜欢在非角落的时候接大魁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很多人说为什么大魁跟小魁不一样呢？其实没啥不一样，主要是位置不一样啊。跳 C 直接打晕，果然是面8，重手接魁3，第3点要跟，因为可以多加起。赖逼啊！好，这一局叶枫胜率应该是在30%左右吧？啊，对方8神都已经鱼跃灌顶了。这还玩个屁啊，对吧？2颗气落地，然后满血，除非千鹤玩的稍微的硬一点，但是没有用，重手接必杀，接必杀呀！接葵花3是有什么前途，对吧？有什么前途？一定要接必杀啊！被崩，蹬一腿，前跳 C 下种助词下扣，原地跳，一个崩，落地强抓，但是没用，结果这手小葵花完了。这时候30%，由于叶枫的千鹤实在是过于强力，导致老 K 的胜率只剩45%了啊！说错了，55%啊，只剩55%了啊！其实由叶枫剩45%。我们看助词忍一手，正身位，2次型跑抓，看看前原地起到一拍，往前一打，顶门一针，啊，外面放炮了啊！今天小年啊，兄弟们。今天是小年啊，提前祝大家伙小年快乐。但是怎么说呢啊，顶门一针，远距离战臂，千鹤这一局发挥的确实不好啊，千鹤这一局发挥的确实有点微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啊，因为千鹤这个人嘛，没有指令头作为依赖，只能是控制距离，一旦距离控制不好，最后就是一个字儿死啊，对吧？就是死。看看玛丽怎么说，腿把前跳 CD 过来。后前一个转，好，前跳地点过来，一个点站臂，这回大猪是没有出指令头。我们看看前跳过来，原地跳 C， 忍一手左右一个站 C， 好的，血量2个人持平，闪身过来一个爆抓，妈了个大，把对方直接带走。这局玛丽能翻盘，能有几率，大概是在18%左右啊。我们看看大门，因为他实在是没有血，一个钉就带走啊。开局爆气，跳地过来逆向啊！我他妈，2个人是要换边的吗？2个人是要换边的吗？啊？2个人是要换边了啊！哎，
果然啊，这个真是，好，分边了啊！上半场8比5啊。下半场啊，好，两个人换边啊，因为保证自己的这个左右手不会换啊。好，两个人换边了之后，到底结局怎么样？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的啊。那目前为止呢，叶枫呢是变成了1P。整场的比分呢是落后3分啊。对于抢失误来说呢，3分呢还可以，不是特别大啊，这个落差不是特别大。好，打乱斗，好的，反抓重手擒兵手接必杀，接葵花30还真打不死啊，他有想法的啊，这个是有梦想在的啊。好，又是面巴获胜局啊。只要面巴能获胜啊，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啊。好，战逼1顶，好，落地反抓1点，闪身，战逼1脚，回身再高，转球1下下轻手，再接魁3，轻手一抓，重手接钉，一定要重手接钉啊。好，这没招啊，这是面这个啊，本以为有多强，但是还是有点微面啊。好，看看这是一个 V3 把啊 ，V3 的8神，好像1P有24星跑贵，果然是王长贵，但是为什么叶枫中招了啊？这个我们看看，落地重前后拉，好，感谢我们的招风狼耳朵赠送的我狼的3张漫卡啊！今天开张了啊！虽然说刚才居然有人说小狼你这是暗示吗？小年夜意思暗示送礼是吗？啊，送不送都是小事儿，开心就送点，不开心给点荧光棒也可以，实在不行给个关注，对吧？给点这个鼓励什么的，小狼我爱你啊，小狼你是个帅哥之类的都可以啊，这都小事儿啊。为什么会卡啊？然后呢，这个能送的我狼肯定就不多说了。那我狼毕竟啊，不要脸的事儿在我狼这儿肯定是不是1次2次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下半场现在是1比0啊。老 K 先拿到7分，老 K 拿到7分，就结束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文哥啊，3张骇客卡，还有我们的神的天国1张办卡，然后文哥还送了48个星球啊，非常支持我狼啊，文哥就不多说了啊。好，看看1比0的比分，我们个人感觉啊，就是说，到目前为止呢，一看这个煞气啊，谁在1P可能有天然的优势是吗？但是不是这样的啊？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没看着啊。咱们0比0的时候呢，叶枫可是用8神把对方搞定的，人家叶枫是2P，所以说啊，这是有玄学在这里面的啊，是有玄学的，直接打晕叶枫这一局。尽管8神是面8，但是呢，并没有损失太多，对方不到半管血，能不能用千和给秒掉无所谓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杂牌哥啊，杂牌哥一手办卡打开了啊，今天还是打开了一手小局面啊。好的，这一手升龙居然没有打到，没有打倒，跳 C 接抓把对方直接打晕啊，然后百合折无所谓，怎么打都行。小葵花选择一个腿绊，那也可能是对方马上就要长出气了啊，你看马上就要长出第3颗气了啊，第2颗气了，所以说他选择用腿绊把对方打死。如果用葵花30为了给自己多长点气儿呢，这样的话对方也长1颗气，对于他来说是不利的。这个都是算计啊，大家伙都知道，宁学喝酒醉，不学下棋心，对吧？这个喝酒多喝点，这人实在啊。但是这个好，吸尘器玫瑰
尽管把8神秒掉了，但是想要 V3，想要反3，还是稍微有一点难啊，还是有点难的啊。今天还有老板安排的第一视角吗？应该没有了啊。这个无忧哥这安排2场都没翻车啊，都是为了看我翻车是吗？我昨天真的是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在第3关的时候，我要不是，对吧，挺着毅力坚持下来，开玩笑呢啊！我要不是挺着毅力坚持下来，我昨天在第3关的时候就已经结束这个场次了，对吧？就已经结束了啊！还好我狼稍微屌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2个人打成1-1平。交换体位之后呢，看出来还是8神，啊，还是8神啊！今天喝了，哎，真的是喝了五瓶啤酒。你们看也看到了，我喝了5瓶不一样的啤酒，每一瓶都不一样啊。一个是第1瓶喝的是奥丁格的这个皮尔森，然后第2瓶是奥丁格，第3瓶是64，然后第4瓶呢是浅粉象，第5瓶是深粉象啊。一共喝了5瓶啤酒的啊，大小娘喝点酒不过分啊，兄弟们啊！他们谁赢的几率大？你现在没有让我说，如果比赛开始之前，我觉得还是叶枫的胜率大。但是啊，现在人老 K 可是9-6领先，6-9的比分现在是啊，而且这一局老 K 的8神可是啊，刚想说他没费血啊，就费血了，但是不要紧，还是有巨大的优势，对吧？好，祝词往前一顶。哎呀，这个小葵花钻裆是真赖啊！我今天过节喝点，我打了一辈子仗，我享受享受怎么了啊？我就不能享受享受吗？啊！下 B 下 A 一个必杀，好了，这手是正腿啊，但正腿有个缺点啊，把对方扔得很远。潜身压制虽然说很好压，但是不是在角落里面。我们看看。站臂，原地跳 C， 腿把，站臂，忍一手，前跳地一蹬背高，好后拉。现在玛丽还没有太浪费气，闪身抓过来重击，哎，老 K 这可是天赐良机呀！这么好的机会可以下血，老 K 着急了，他想要贪，以导致内分泌失调。这样的话呢，玛丽可有2颗气，将近3颗，一旦要抓住一个秒杀大猪的机会，下臂腿把。远距离腿把一下，前跳 CD 卡空，站臂一脚妈了个蛋，前跳递过来，反身位腿把，一个暴气朝天蹬，但是效果不太好。问我粉象好不好喝？我觉得它的气味没有那个迷失海岸好喝。然后呢，深粉象和浅粉象，我认为是深粉象好喝一点，就是黑啤好喝。我最讨厌喝黑啤啊，我不愿意喝黑啤，但是喝深粉象觉得还好喝一点。作为黑皮，我认可他了啊！好，妈了个蛋，直接带走。这局翻盘的几率也就是10%的机会，因为大门只需要轻轻的一个抓就结束啊！而且大门现在有1颗气，但是这局玛丽呢有爆气。如果说玛丽一个长棍啊，他想要抓南之山，他一个长棍，哎我他妈，一个逆向跳地，直接打了一个 counter， 然后接上了一个必杀落地闪身过来。轻手一摸，结果被反抓，结局是一样的啊，结局是一样的。虽然说看起来有点翻盘的迹象，但是啥也不是啊。我确实不喜欢黑皮，但是就粉象啊，它有点贵。买迷失海岸呢，我个人感觉跟粉象的价格差不多啊。迷失海岸可能有的还稍微贵一点。我建议大家伙喝那个 double 啊，就是快艇。除非你说小狼我不喜欢喝苦的，那千万不要喝，千万不要喝，喝完你会倒了的啊，因为太苦了啊。海鲸3倍更不要想，连我都喝不了啊。一般来讲就是机械大鲨鱼，然后外加这个双倍试一试啊。好，这个为什么要百合折呢？要装逼，本身把人打晕了多好啊，多好啊！这个真是啊，叶枫刚才有点着急了啊，人家那个原著肯定会叫的。你看，到手的鸭子飞了，明明可以把对方秒掉，他非得选择百合折啊，干嘛？人大猪是吃干饭的啊，对不对？
好，抓过来，重手一挠，完了。你看，由于自己过于装逼啊，由于自己算你行，算你屌啊。反正是这个意思吧。然后密室海岸的话呢，我觉得更香一点。但是密室海岸的那个，我建议也就喝个大鲨鱼啊，然后快艇。如果有想喝世涛的啊，想喝黑啤的，可以选择喝牛奶花生酱，或者说是香巧克力那个拿铁啊。好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跳 C 重手，原地跳地，漂亮。哎，八神死的惨，千鹤上来补，这个千鹤不错啊，确实很屌的啊。乌苏不好喝啊，乌苏都已经被人家嘉士伯收购了啊。现在好多国内的这个酒都被这个外厂收购了啊。外厂不仅把手伸向了国内的啤酒，连国外的啤酒都伸了，什么1664啊、福加白呀、什么教室啊都伸了啊。后闪身一个阵。这一局千鹤虽然说被秒，但是不伤元气，因为千鹤给自己的马力留了3颗气。这个可不是平打，马力是多1颗啊，多半颗气的优势啊，这可是多半颗气的优势。开局爆气，原地跳过来，有没有长棍？到今天晚上目前为止啊，没有长棍的啊。前跳地过来一刀落地，偷下盘，前跳逆向一挂，好的落地反身位置一夹，一个玫瑰，忍一手可以吧？后拉，逆向一挂爆抓，但是没有麻了个蛋。好，我们看看。现在老 K 也不是没有机会，崩过来起身落地，想要长棍啊，没有长棍。你看他全都是架招跟反了，而不是这个反头，漂亮，一个钉，2钉捡起来，然后3抓捡起来，要不要震？没有，2次行前跑，结果玛丽起身一个吸尘系式的玫瑰，比分来到2比2，也就是说总分来到了10比7，两个人还是相差3分啊。青岛雪花和燕京是没有的啊，青岛雪花和燕京这3个大厂是没有被外资引入，剩下的所有啤酒啊，所有中厂大厂啊，全都是被收了啊，就哈尔滨啤酒都被收了，你何况呢啊？只有青岛雪花和燕京是这个27%以内的股份是给国外的，也就是说完全控股的。剩下其他的人啊，大股全都是外资，什么百威呀、嘉士伯呀，这些的啊。朝日啤酒不好喝，我说的是珠海产的，不是说错了。朝日啤酒我说的是那个国产的啊，国产的那个日本朝日啤酒是不好喝的啊。如果你要喝原装的话，肯定是好喝的啊。还有什么麒麟呐、麒麟啤酒啊，对吧？还有就是三得利啊，三得利的话，反正在上海，我在上海就喝三得利嘛，三得利跟喝水似的，但是呢还行，毕竟呢它喝起来挺好喝啊。好，看看下盘就跟魁3落地掏裆前跳 C 站臂一脚，闪身过来站臂。我们看看啊，毕竟这个叶枫这一局8神是很硬的啊，他这一局8神呢是一个很大的优势，不过呢血量现在比大周略少一点，叶枫好像不太归。你看叶枫这个人他好像就天生不愿意归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原地空防下轻手发波一点，忍一手背高前落地反身的百合折，这肯定是要带抓。你看这个百合折为什么带抓？我告诉你，正常百合折肯定是要带抓的。他刚才他在2P 的时候，就前面几局你往前翻，大概有个20分钟之前嘛，25分钟嘛，他那个百合折不带抓我，真的怪怪的啊！啊，直接一个跳地。那个朝日苦有苦到好喝的地方。然后刚才有人说百威那个啊，百威的话分2个百威，一个是捷克百威，一个是美国百威。啊，美国的是现在虽然说做的最大，但是他确实曾经是山寨啊，他曾经是山寨啊，他是捷克百威是最好喝的，到现在也是。但是捷克百威现在改名了，叫百德福啊。但是这个当然呢一落千丈啊，口味虽然说好喝，但是实在是营销做的不好。你想起这个名，不知道以为好像哪个县城那么6线小县城的超市的名字一样，叫百德福，我真是服了啊！啊，捷克百威告也没告赢，美国百威比较嘚儿啊。好，看看轻手一摸，
这一局可是哎，原地跳地一钉。现在老 K 本身啊就怕你这个暴气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腿霸玛丽怎么说？想要前冲一个跳抓，后闪身一个震，哎，漂亮，3比2，现在总比分11比7，叶枫还是略逊4筹啊，略逊4筹，有点微面啊。唉。老 K 这个大门确实啊有点东西。到目前为止，叶枫的玛丽从来没有过反3的这个局面，从来没有。到今天打到现在啊，没有反3的局面。好，回过来正手接亏3，下盘，空防掏裆，第3式打乱斗，这个裸杀，我操，直接还裸杀就好了。对吧？你这你还用想吗？你裸杀我就还裸杀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不想起身用波压制啊，用波压制是有先手的，反身为一掏，这个裸杀都能中，我也是醉了啊！好，看看大叔，跳臂过来，远距离，小葵下盘，怎么找啊？必杀吧，对你别鸡巴装逼了，现在在装逼啊，那纯属招了 AP 的，好吧？原地起跳，空防落地，轻手一个波坐地炮，前跳地过来，原地起跳空防下轻手小葵花，但是距离不够啊，位置不够。好，看看千鹤怎么说这一局，往前一拍，落地升龙，一盘。好，浑身再刚，后前手没有气都没有气的话，千鹤不吃亏的啊。千鹤这个人呢，你看他没有指定头，但是他就是长哎，人家无责任长气，他相当于发波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非常赖啊，这个人。很多人说那发波他影子也挨揍啊，不一样啊。你但凡你除非是包子可能稍微克一下千鹤，但是包子有个缺点，他打千鹤打千鹤3下5下都没事，千鹤突然一个跳地接下轻手接步阵。一下就秒杀，一下就晕完就死，是吧？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。好，下重手，现在大门跳臂落地阵势是8个阵啊，原地起跳，不敢崩，千万不能崩。助词，好的，推回来爆气，下盘一崩，大门现在已经是孤注一掷，后跳地反摇臂落地一个阵，左右头上扶啊，他想原地起跳骗对方起跳。助词，忍一手，哎，你先蹬必死啊，先手必死论啊，你没有血，人家你蹬他一腿他死不了，他啪回身一手，这招就是在对方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可以用。下半场之后，两个人现在是打成3比3平，但是总比分呢还是相差3分，也就是说现在老 K 呢距离获胜啊，他还需要赢4局，这个4局当中叶枫怎么扩大优势，反败为胜，我们不太清楚。如果要是他们平打的话，那么老 K 还是会以15比几啊，15比10几左右获胜。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有这个机会啊！前跳，叶枫这一局8神开局不利，但是开始反击，下盘3点接魁3，然后后闪身逆向重手接波把对方打，不要再百合折了，行不行？啊，你要再打百合折，我给你急眼了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 shit521481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 ？SHETOU 赠送了1手办卡，感谢我们的大哥啊，1手办卡支持我了啊！前跳，站臂一脚一个波，发波1点，跳地过来 ，CD 一个波，你看现在叶枫也开始稍微归一点点了啊，这个该归点归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归能行吗？对不对？你就得归啊！你学包王，包王虽然说你写了一本书叫如何吊打包王，但是呢，你得学习人家的战斗经验，对吧？曾经也毕竟是9连老 K 的男人，兄弟们啊，你说我是乱讲的，我可不是乱讲的啊！跳地后拉，闪身一转，我们看看这一周，最后一丝血呀，一个抓重手接必杀。起身，我们建议一下起身直接跳抓，听我的，直接前，然后跳抓。你你他妈，他的想法非常邪恶啊！其实下臂下 A 接葵花就可以了，
他打中了之后呢，他愣了，他以为对方不会中，但是不会中，人家血也不会比你少啊。你肯定要荷花两式磨他的，最起码浪费人一颗气，扒一个 CD 反击崩一颗气，这点是最主要的。你打一个满血的大门不怕，对吧？你打一个满气儿的大门残血，你会很害怕，废了吧，废了吧。大门一开局，费是不是费了一点血？哎，不要紧，人家把血涨回来了，有什么用呢？你又没有浪费人家气，人家现在两颗半气，对不对？人把血涨回来，一个跳钉啊，一个跑钉。卡卡跑丁车捡起来 ，bug 阵是必不可少的啊！直接一阵前一个头上符，没有距离有点远，头上啊朝天啊，距离还是远啊！助词虚晃，好的，乳来生长啊，这个确实是乳来生长。好，前跳地反身位，妈了个蛋！后撩踢，啊，两个人同时出这种头，但是玛丽占了一点优势。点，直接爆抓啊！以前都是点破防了，直接升龙，现在告诉你还是爆抓合适啊！你想的以前都是点，为了秀，为了装逼，最后不就是点破防了，点一个轻腿，妈了个蛋吗？我不如点2点，直接爆抓一个妈了个蛋，我不合适吗？对吧？我何苦点了对方还加气儿，我精神病啊！还把破防点整没了，有那个必要吗？没那个必要啊！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。4比3，叶枫呢在1批呢果然是稍微占了一丢丢的优势，不过总比分还是落后2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到底怎么样？好，叶枫的面疤又被堵进角落里，能不能反攻啊？下盘3连接魁3，后落地。好，下盘3连去必杀，你还我接魁，我还你接地。我们看看前落地跳 C， 忍一手，好的，重手波，闪身一个掏，站地一脚被刚。我们看看，好像叶枫这一局这就赢了啊！就是无论是叶枫死还是叶枫把人打死，把这个老 K 给这个8神给抠了，一样的，因为只要叶枫8神。没有劣势啊，就说难听点，8神就是人家对方的8神就是赢了，就剩一点血也无所谓了。好，现在平打，两个人都是只有1颗气。千鹤对大猪，我们看看到底怎么说啊？好，看看，好，腿把一个转球，底盘一刚，落地一抓，哎。这你说我是平打的，他可不是平打的啊！跳 A 落地指正头，这连续的你看大猪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啊。腿瓣一个转，底盘助词下靠，前跳 C 啊！千鹤现在他偷下盘的几率啊，几乎为0了。其实他偷一个下盘打布阵是有几率翻盘的。我们看看底盘，不敢闪，谁也不敢闪啊，宁可跳也不敢闪。好了，一丝血，底盘助词被刚，不用想啊，你碰到人，你肯定是直接崩你啊，想都不用想的啊！我操，为什么我有一个房管叫我是变态？我操，我他妈有这样的房管吗？我第一次知道啊，怎么改的名叫我是变态？变是那个东京汴梁那个变，泰是泰国的泰啊，就我是变态，这是我们房管，我也是醉了啊！好，看看玛丽蹬腿一个夹，这是用重腿的升龙。前跳臂，左右一个爆抓，麻了个蛋接上，接玫瑰接不死，落地前跳地一个爆抓。好的，确实是，你到底是以前叫什么名儿？我绝对没有给一个叫我是变态的人上过房管的啊！你肯定是改名了啊！印象重手前挺手接钉啊，这个不一样了啊！妈了个蛋！然后前冲直接一个跳，一个崩，没气儿了嘛？那个大门，这点很难。头上符落地，震过来，忍一手，玛丽搓地板一个夹。我建议玛丽别爆气，直接逆向，漂亮。逆向没有出跳动腿，反身位落地一个指令头，延迟压键前走。你一动就是钉，你不动我就是站轻腿，赖逼。啊，赖逼！这个指令头让他玩出花了啊！5比3，现在总比分叶枫还是落后1分
啊。尽管他现在是5比3，但是他还是落后1分。老 K 现在距胜利呢还有4步之遥，而叶枫呢还有5步之遥啊。这招怎么发？反手压剑拉前腿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下臂摘前停手，接回3，好的。空抢落地一掏，忍一手，漂亮，直接把对方角落压制。连胜3局的叶枫有点不可一世了啊 ，BB 有点庄园了。第3式没有动。好，感谢我们的招风狼，招风狼一手75大气给我狼压阵啊，非常支持我狼啊。好，助词顶一手回3，下重手助词往前一飞，一个动，现闪身，哇，你为什么要用重手的呀？结果被打了一个八智女，助词一个动。叶枫打的招都是硬招啊，铁马硬桥的招，忍一手，闪身，好的。老 K 的想法是，但凡让我能量闪，一个抓。就改名太贵改不起，宇智波铁柱，这我是变态，我操，这个名起的太硬了啊！好，一个高。跳地一个抓，最后一点血啊，就这么一丢丢血了啊！狼哥在吗？我操，你他妈逗我玩呢！我搁这解说，你问我在不在？你好像在跟我开玩笑啊！好玛丽莲梦露啊，玛丽莲曼森，这玛丽这一局翻盘局面啊，毕竟有2颗气也是有机会的。好，我这一手有机会，好像瞬间让人打了一个3连招，逆向回身，不敢搓。爆抓一点，落地码了个蛋，起身压制，前跳地落地爆抓，码了个蛋，再起身压制，反身位拆头，浮空了不能接，啊，浮空了啊！很多人为什么不直接接码了个蛋啊？因为他浮空了啊。这一手浮空是在落地的一瞬间打爆抓，对方有起跳的动作，但是还是被抓，所以说2个人同时被浮空。我们看看，一个爆气，轻手一摸。远距离啊，2个人互相凑，你想爱王长棍儿？哎呀，刚才那么好的机会，长棍儿啊，刚才可是啊，2次性跑定，完了5比4。刚才的好机会，那是一个爆气的好机会，对吧？一旦他骗出了场，他不出那个跳重腿，一旦把长棍打出来，反身为一个爆气的跳地重手啪啪前轻手叮。嗨，踏，飞利浦，妈了个蛋 ，KO， 不香吗？长棍都已经出了，服了啊，着急了就是啊。好，现在5比4，叶枫再次落后1分啊，落地一个爆抓，没有晕点。老 K 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啊，看看起身压制怎么软，还是没有晕点，但是重手接必杀。血量呢还剩下这么一丢丢，1/10，升龙 ，perfect 啊！当当，游戏是直播，解说是录像，你他妈哪只眼睛看的？我承认啊，有的时候我确实解说一些阶级，但是我他妈的这他妈的是现场打的，你好像脑瓜子进驴了啊！掏裆，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浩克不无敌。刚才我们的浩克哥啊，一手办卡好像没感谢到啊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然后浩克哥果然双办卡来支持我了啊！一个崩，忍一手，跳臂，大哥这个波发的我差点都信了啊！发的我差点都信了，下轻手出2回一个快波，哎，老 K 太稳了啊，这没法打呀这个啊！直接磨死，一点招没有啊！大家伙看我法令纹都出来了，我操，精神病啊！好，开局就是一个崩啊，2次型跑抓，这个大猪这个体能非常好啊，一顿转，哎，就是磨。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，一个崩，好了，千鹤也有气了。啊，光你有气啊！再顶不亏，你别看千鹤现在好像刚才对招吃亏，他血量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哎，打破局面才是千鹤必要的。
仙鹤的想法就是不能被你的节奏带走，我宁可损半管血，我要把这个节奏带回来，因为仙鹤能秒人，大猪不能啊。好，仙鹤。底盘，远距离开始牵制。仙鹤这么做有很多好处，你看3个气可以爆气，重手助词。哎呀，3颗气傍身还好啊。前跳地过来，忍一手。下臂过来，空中一抢，落地钉，完。玛丽还没爆气就被对方打了一个钉，如果再跳地接钉的话，难受了啊！跳地钉没有，闪身钉，哎，动也不能动，只能看着你。好，老 K 现在距离赛点还有1局，也就是说再有2局，老 K 就会获得今天比赛的胜利，赢8输2啊，赢8输2。有点赖的啊，有点赖的，没到赛点，没到赛点啊，没到赛点。现在老 K 是5比5下半场，第一场呢是8比5领先，也就是说老 K 呢现在如果再赢1场才是赛点的，兄弟们啊。好，反掏，小葵，叶枫现在80的血量，虽然说稍微吃点小亏。但是不伤筋动骨啊！掏裆引力起跳 C， 一个波坐地，完这个肯定是吃亏了啊！这个波发的被跳了，空防落地，跳地抢空，魁3起身前跳 C 闪身过来啊！大魁不中，后果严重啊！有想啊！好，看看大猪跳地过来一勾，下盘被刚，远距离跳地一抢，啊，这个勾腿发的很好，大猪到现在为止把所有的气全浪费掉了啊！跳地一抢，前跳 C， 原地起跳落地掏，哎呀，他要再空防一下就好了，再空防一下，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？他只要再空防一下，大猪就是一个跳地，他空防落地，马上第一时间小葵花第一式，小葵花第二式，西里莫利诺，哇，西内，哈，这个。闪身，崩啊，崩啊！你闪个鬼了！好的，助词，他贪了，他想打下盘2点接布阵的啊！助词下靠，好的，要破防，怎么看一下？赶紧闪身，布阵漂亮，布阵风啊，果然是啊！我没有，我抠鼻子哪放到嘴里舔了？我明明都抠屁股的时候往嘴里放啊，没有抠鼻子的时候放。好，闪身过来。好，刚才我们的这个 SHETOU 啊，是一头什么521481啊，我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咱们的这位兄弟啊，又是赠送了我狼一手办卡啊。好，哇，这大门想要近身确实有点难啊。这仙鹤一顿这个啊，乳来生长，一点招没有啊。好，6比5，但是怎么说呢啊，有点难啊。狼哥学学左思，我也办卡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这嗓子有点微面啊，今天喝酒喝多了啊。好，葵花第3式啊，打乱斗，好的，叶枫。直接轻腿一个抓，滚过来重手接小葵，没有晕点，但是我们看看左右一掏，闪身被反抓，重手抓过来，想把对方打角落啊，站地打乱斗，后闪身大葵花啊，这个不用想啊，肯定要大葵的啊，起身压制。啊，好了，感谢我们的看到手送香蕉哥赠送的一手办卡啊，来我看看6比5，这一局怎么说啊？直接一崩，没事儿，浪费大猪的气儿其实不是什么坏事啊，对吧？你不浪费大猪的气儿，肯定是没有招的啊。
刚来的以为是你，我操，真的啊！沈阳97小菜鸟7号，还有我们的木下的夏天啊，2个办卡。刚才说办卡的人我都记住了啊，结果说的人不办卡，狗懒子啊！这跟我们东北话说就是狗懒子，就是说到不做到的人啊！今天晚上我都把你名字记起来了，我就写裤衩子上，我晚上放屁就崩你，真的，肯定是这样的啊！好，一拍，2次性跑抓，哎呀，我都记住了。晚上你就等着被我下屁酱啊！屁酱就是用那个内裤下的降头啊。落地爆抓，好了，这个跳 CD 挥空了啊！我操，这招太恶心了，伤害还不低，崩倒。跳 C 妈了个蛋呐！虽然说赢了，他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他以为对方会防，对不对？偷看女厕所，男老师有续集吗？我操！一天天的。好，咬钉，重手，妈了个蛋，漂亮，爆气，要爆啊！何苦来呢？玛丽爆气的伤害不一样，要长棍吗？没有长棍。爆气过来，前跳地重手，闪身一个钉。玛丽虽然没有死，但是有点难。蹬一腿，2次型跳地过来，重手一崩。哎呀，你重手肯定是不行啊！现在比赛已经到赛点了，兄弟们，比赛已经到赛点了，也就是说叶凤必须要连胜4局，4连老 K， 他必须要4连老 K 才能获得今天比赛的胜利，这对吧？啊，1局150块钱啊，因为2个人差价是600啊，赢8输2，差价600，对吧？回3啊，你们还要骗我，对吧？我今天来直播，给大家伙直播，没有飞机也就算了，连变卡啊，变卡去了，连办卡你们都要骗我啊，我伤心了啊！没有飞机，没有火箭就算了啊，居然还办卡还要骗我一手，我心态都崩了啊！我给你们解说一个那个97，这都是应该的。选手左慈都是附加产品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是说自己的洪荒之力的啊！你们居然连办卡都要骗我，有点难受啊！变卡，这个变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啊！我狼他妈回来了1个多月了，我狼回来了。好了，看看。一个刚，好了，忍一手。抠摸摸的摩伦多，传统功夫没有办卡，只有偷袭。好，连续的角落顶，斗，助词，再打，下助手一个扣，漂亮。前跳 C 反身位一追。就是正招，叶枫打的全是正招啊！你看啊，没有那种偷袭的招，所以说吧，他妈的也该吃亏点吃亏啊！好，哎呀，珍惜确实办了啊！珍惜虽然说那个啥，确实办了啊。好，一丝血，顶门一啊，这招都能中，这招都能中，我也是醉了啊！怎么中的呢？啊！我该理发了，明天去把发理了啊！我操，上来就直接震死了，无敌了啊！兰文，你练个左慈，我怎么叫练个左慈？就是怎么叫练个左慈啊？来，飞机给我上啊！开局爆气，玛丽怎么说？好，忍一手。我操，果然是有飞机啊！看看见我狼有牌面啊！哎，长棍漂亮！今天晚上我等了一宿，就是等这一手。我等了，我真的啊，对吧？我等了一宿，我今天晚上等了一宿，我就是等长棍来了，真的。终于等到你啊！这手长棍终于出来了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狼哥，晚上好，一手飞机，哎，还得是我们铁粉啊。
一手飞机，老板糊涂啊！直接就是一手飞机啊！直接把我狼打的有点嬉皮笑脸啊！好，我们看啊，刚才长棍懵了啊，这长棍终于出了长棍了，我也是心愿已了，对吧？只要能出长棍，就证明叶枫开始使绝学了啊！这个长棍这招是确实恶心啊！好，前跳 C 的时候被升龙打回去，压得很准，轻腿一个抓，重手接必杀。哎呦，叶枫还真有能力4连老 K 吗？4连老 K 的几率大概也就是在15%左右，但是既然赢了一局，他的几率加了25%，也就是1/4。他这一局8神赢了，又上了，是32%了啊！我们不太清楚啊，研究一下啊。好，跳臂，葵花2式，一个扑。好，魁3，哎，原地起落地抓，重手接钉。哇，叶枫怎么说？啊，我不得不愿意不想整一个鱼丸预言了啊！啊！好。哇啊！猪哥还有我们的岁月哥两个人一人一个飞啊！我操，这节奏带起来了。好了，抓过来，重手接钉。啊，这一局1v3的局面啊，直接打成1v3的局面，一个波啊，不可防御吗？我们现在啊，好，我们现在啊。2分钟我手动结束，2分钟手动结束。第一个8神死了，我就开始手动结束。咱们开始竞猜，咱们开始竞猜。叶枫现在呢还有2局，他就能获胜，但是老 K 只要赢1局就能获胜啊！怎么说啊？我们来一手竞猜，关键时刻啊只要8神一死，无论谁的8神死，我都是要结束我们的竞猜的。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时间下注啊，抓紧时间啊！不能是坠机啊！猪哥还有岁月哥，这都是老伙伴了啊，这肯定坠不了的啊。好，下臂过来，落地反抓，重手前轻手接一个钉。现在叶枫是2连老 K， 而这一局8神又是获得了一点点的优势。下臂，好的，8神死，在下一个人上场之前啊，你们看好了，我可要停止了啊！你们该下注的时候要下注，我可要停止了啊！我们倒计时，10、9。876543.2.1啊，.5、.4、.3、.2、.1、.0、.0、.0、.0、开始停止结束了，停止啊！哎，你们不下就不能赖我了啊！这个，一会儿看一下啊。目前为止，叶枫呢还是有点抻头啊。坐地波。买的老贵是吗？你看看长棍今天怎么样啊？长棍赢，如果被3连可以理解，4连的话，还得是叶枫这个有抻头，掏裆。好的，魁3下重手防空，迷你也来了啊！迷你今天好了，感谢刚才我的南山大王的春天赠送10个福袋啊！一会儿我们看看这个长棍怎么说啊？现在长棍呢已经是有可能会3连败啊，有可能会3连败。感谢我们的 SQU 凹03，也是我们的老伙伴了啊！开局跑掏，前跳 C 落地抓，重手接钉。我感觉我这个竞猜啊，可以这个有点关早了，有点关早了。实话实说，可以再关一点了。下臂下 A 前轻手接魁3打晕，9-6，也就是说现在2个人是 S 战，兄弟们，一局定胜负。最后巅峰的这么一局，到底鹿死谁手？我们看一下啊，鹿死谁手？怎么说？他们说，哎，右边要懵了啊，右边要懵了，右边压了20万，兄弟们，啊，非常的激情。叶枫，小葵花，老 K 呢压制没压好，好的，空中一抢，没有气儿，一个高。跳地掏裆，轻腿轻手直接打晕，哇，老 K 啊，不
不会吧，600块钱啊！赢8输2，差价600块钱的一局，我们看一下这600块钱，我该说不说，在无限小城市也可以在按摩房里面玩潇洒2个小时了啊！我们看看下行手葵花两式，跳地原地跳 C， 反身为百合折，再百合折，开始秀上了这个比昂的，我感觉叶枫现在成竹在胸啊，感觉老 K 现在有点懵了，这个人好像好的，老 K 没有，老 K 反击，叶枫现在由于过于秀啊，也导致内分泌有点失调啊，被抓了啊！好的，看看一个闪身抓过来，重手接钉，完了，4连老 K 了，完了废了，正身位跳 C， 原地起跳地，跳地再蹬，时间铺地，好的，还剩下7秒钟，哎呀，这个时间呀！啊！叶枫怎么开始归起来了？我一直在说叶枫不会归的，原来他归起来这么猥琐的吗？怎么玩的像包王？这玩的像包王呢，我真服了啊！1v3的局面啊，这右边20万惨，兄弟们20万呢，压了20万一王，输的老惨了一会儿。正身外重拳接魁3。背对着自己，前跳 C， 直接打晕，结束了啊！最终还是，哎呀，没办法，这个4连老 K 这个事儿，我操，这没招啊！这他妈是真没招，这就没招啊，没办法，4连老 K 输的，就是他输在哪儿呢？输在这个8神都赢不了叶枫了，人是面8呀。面8都赢不了的，我是真的面了啊！